你肯定看到过很多黑洞的视频或者照片，但是这个视频将会颠覆你对黑洞的认识，并且让你彻底了解黑洞。为了讲解黑洞，我写了差不多10几份稿子，最后呢，我都不满意，因为我觉得要让大家充分理解黑洞，最好的办法就是带着大家去生成和模拟一个黑洞，这比任何讲解都管用。所以就让我们开始吧。假如一个物体在空间中运动，它在不受任何外力的情况下呢，会满足牛顿第一定律，也就是物体会沿着直线匀速运动。如果空间中有一个比较大的天体，物体从它身边经过，很明显，根据万有引力，物体会往天体方向靠近。如果天体的质量再大一些，物体就会被天体捕获，从而形成围绕着天体环绕的椭圆轨道。如果天体的质量非常之大，物体就会坠入到天体中。以上呢都非常的好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物体换成一束光，会怎么样？这束光会无视天体直线的过去吗？还是说会被天体吸引而弯曲？首先在牛顿力学中，光并不会被吸引，因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基于质量的，而光子没有静质量，因此按照牛顿的理论，光并不会被天体所吸引。但是爱因斯坦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根据广义相对论，光虽然没有静质量，但仍然会受到引力场的影响。那么我们要怎么通俗的去理解光线的弯曲呢？具体要解释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等效原理来说明。想象一部静止在太空中的电梯，电梯完全封闭，没有窗户，也看不到外面。这时呢，电梯的左边发出了一束光。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这束光会笔直的打到右边。如果电梯中有个苹果，它也不会产生任何运动，这都非常好理解。但是现在电梯突然以 9.8 米每2次方秒的加速度向上加速了，那么苹果由于惯性呢，相当于有一个 9.8 米每2次方秒的向下加速度，从而呢掉在地板上。这时如果再从电梯左边发出一束光，由于光速有限电梯又在加速上升，所以光从左边传到右边是需要时间的。这段时间里，电梯已经向上移动了一段距离，所以相对于电梯内部光线的落点肯定会往下偏，看起来呢光线也就弯曲了。同样的，如果电梯静止在地球表面，它会受到一个向下的引力，而处在电梯中的苹果呢，也会以 9.8 米每2次方秒的加速度掉在地板上。但是苹果的这次下落，它根本无法区分自己是在静止的引力场中，还是说正在外太空中向上加速，因为这两者都产生了一模一样的重力效果。既然加速电梯里的光线是弯曲的，那么根据物理定律的一致性，在引力场中的光线也必然出现一模一样的弯曲。所以引力不仅仅作用于有质量的物体，它同样也会改变光线的传播路径。这就是等效原理，向上的加速惯性与向下的引力场在物理结果上是不可以区分的。但是等效原理呢，也有一个重大的局限。比如我问你，在引力场中，一个物体平抛出来，它会沿着抛物线下落。那么如果把这个物体换成一束光，光线的弯曲路径也是抛物线吗？随便一想就知道，答案肯定不一样。因为物体的速度会越落越快，而光线永远不变，所以它们的轨迹肯定不同。总之，等效原理呢，只能告诉我们光会弯，却无法告诉我们怎么弯，弯多少。而我们要模拟黑洞，就一定要知道光线是如何弯曲的。所以就让我们来做一个更深入的分析。首先从简单的物体运动开始。对于这个物体，根据万有引力公式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加速度，从而也可以获得速度变换公式。有了这个速度变化呢，我们也可以得到位置的变化。这个公式中呢，德塔 t 是时间不长。整个公式的意思就是物体的新位置等于旧位置加上速度乘以一小段时间。通过这两个公式我们就可以通过 Blender 非常轻松的模拟出物体的运动路径。同时我们还可以修改天体的质量、物体的初速度和初位置，从而获得物体的不同运动轨迹。而视频开头的演示也正是这个工程。那么问题来了，光线的运动路径又该如何计算呢？要理解光线的偏折路径就必须从理解测地线开始。在牛顿力学中空间是平直的，物体是低速运动的，物体的路径被称为受力轨道。
又称为类时测地线。这种情况下，我们既需要关注物体速度变化的大小，也需要关注速度变化的方向。但光不一样，光的路径已经超出了牛顿力学的范畴，我们必须用广义相对论来描述。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引力不是一种力，而是时空的弯曲。大质量的天体会把周围的时空压弯，光沿着这个弯曲的时空传播，自然也就发生了偏折。而光线在时空中走的是零测地线，它的速度永远等于光速。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考虑光线的减速或加速，只需要考虑光线的偏折就可以了。其实还有一种测地线叫做类空测地线，但它只是数学上的概念，真实的物体和光线都不会走这种路径，因为这种路径需要超光速。那三种测地线到底是如何区分的呢？答案就藏在一个叫做度规的数学工具里。度规简单说就是时空的测量尺，告诉你如何计算两点之间的距离。比如平面上的直角三角形，斜边距离可以使用勾股定理来作为尺子，尺子的每一个小刻度我们又可以记为 ds 方，也就是微分的形式。那么这个形式就是二维平面的度规。很明显，我们也可以写出三维平直空间的度规。但是度规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只能够描述平直空间，它还能够描述任意被压扁、拉伸和扭曲的空间。我们可以把度规想象成是你走路时的步长。假设你要从一个石头的位置走到另外一个石头的位置，在平地上你每跨一步是一个单位，但是在陡坡上，为了克服高度差，实际上你每步的物理距离和费的力气会发生变化，这时你每一步的距离就不再是固定的了。在物理学中，空间就像这个起伏的山坡，在平直空间，尺子的刻度是均匀的；在扭曲的空间，刻度随位置变化而变化。这些相比于平直空间多出的系数，就是刻度随位置变化的关键，它能够使尺子感受到空间每个位置的起伏和扭曲。换句话说，整个式子作为度规，它可以描述空间如何扭曲以及如何压缩。无论空间如何变形，当你把这些受空间影响的步长累加起来，做一个积分，就能够准确测量出两点之间的真实路径长度了。总结来说度规就像一把能够适应空间的变形尺，空间在哪里弯曲，尺子的刻度就跟着在哪里改变。通过观察这个尺子的变化，我们就能够读懂空间的几何结构。但是度规的强大之处远不止如此。1908年，明可夫斯基将原来描述多维平直几何空间的度规引入时间项，形成敏氏度规。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史诗级的神来之笔。因为我们原本认为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是独立且分开的，而这个度规却让时空成功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整体，也就是四维时空。而爱因斯坦又把时空度规发挥到了极致，成功建立了广义相对论及其核心公式。这个方程看着很复杂，但其核心思想却很简单。爱因斯坦认为时空是一种流形，在有物质或能量存在的情况下，时空会发生弯曲和变形。方程式的左边代表着时空的几何形状，也就是告诉你空间是如何弯曲的。方程式的右边代表着物质和能量的分布，也就是告诉你空间有什么物质，有多少能量，是什么东西让左边发生了几何的弯曲。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物质告诉时空是如何弯曲的，时空告诉物质是如何运动的。那这个方程怎么用呢？很简单，就像我们解数学题一样，我们需要找到满足方程的解。1916年，德国天文学家史瓦西在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仅1个月之后，就找到了第一个精确解。他描述了一个不旋转、不带电的球形黑洞周围的时空，这就是著名的史瓦西度规。而相对论公式中的 G-μ 正是度规张量，也就是史瓦西度规方程前面的系数。其中最关键的两项就是 dt 方和 dr 方前面的系数。我们可以在三维空间中画出这个扭曲的时空。由于时间是第4维度，我们在三维空间中画不出来。不过呢，我们可以用颜色来表示。你可以看到，越靠近黑洞，颜色越红，也就是时间流逝的越慢。它们意味着在黑洞附近，空间的镜像尺子被拉长了，也就是空间变得稀疏，而时间的流逝又被压缩了，也就是时间膨胀了。从远处看，如果你觉得黑洞边上只有1米的距离，
那么实际上呢，那里的空间已经被拉长了，塞进了远超1米的真实长度。就好像黑洞边上的人觉得只过了1秒，但是远处可能已经过了几十年。在这个度规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参数，被称为史瓦西半径。为了直观的理解呢，我们做一个类比，想象一下，你站在地球上向天上扔石头，如果你把石头扔得足够快，刚好呢能够飞出地球的引力范围，那么这个速度呢就叫逃逸速度。在牛顿的理论里用能量守恒，也就是动能等于势能，就可以算出逃逸速度。这里的大 M 和小 r 分别是天体的质量和半径。如果天体的质量很大或者半径很小，就会导致逃逸速度增加。那么如果这个速度等于光速会怎么样？我们令 v 等于 c 就可以算出一个半径 r， 那么这个半径 r 就是史瓦西半径。它的意思是说，如果天体的半径等于 rs， 那么光线刚好能够逃逸；如果天体的半径小于 rs， 那么连光都无法逃逸。有意思的是，早在1783年，英国学者米歇尔就用这个方法算过，并提出了暗星的概念，意思就是连光都发不出去的天体，其实就是黑洞的雏形。虽然史瓦西半径用牛顿力学算出的结果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推导出来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只是一个美丽的巧合。因为牛顿的理论认为光跑不掉是因为被拉回来了，但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光不是被拉回的，而是在史瓦西半径内时间停止而空间无限深，光进去后就找不到了出去的路，时空本身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单向的陷阱，可以进但无法出，这就是黑洞的事件世界。而我们刚刚讲的测地线分为3种，也正是由度规的大小决定的。零测地线 ds 方等于0，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光的视角下，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正好抵消，光走的每一步时空间隔永远等于0。这听起来很玄，但是你可以这样理解，光永远活在当下，它不经历时间流逝。从光的角度看，宇宙的历史在一瞬间完成，而这条 ds 平方等于0的路径就是我们要追踪的光。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用史瓦西度规等于0这个条件来求出光线的真实轨迹。首先，不管是有质量的物体还是光线，它们在时空中的运动都必须遵循一个方程，叫做测地线方程。这个方程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其核心思想也很简单，它规定了什么叫做不拐弯的路径。我们做个比喻想象你驾驶着一辆车在曲面上行驶，方向盘被固定住，你完全不转动它，那么你开出的这条路径就是测地线。在平直的地面上，这条线是直线，在地球表面上是大圆弧。再比如，在一个2维高斯曲面上，你的车从 A 点到 B 点有无数条路径可以走，但是测地线只有一条，就是这条红线。其他路径看起来更短，但是它们都拐弯了，并不是测地线。所以网上说那些2点之间距离最短的就是测地线的说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测地线不是距离最短，而是不拐弯的路径。不过测地线方程虽然精确，但是计算起来太复杂了。科学家们发现根据最小作用原理，可以把它等价的写成欧拉拉格朗日方程。这个方程计算起来将会简洁得多，就好像我们在计算光线路径时用上了自动挡的车，而刚刚的测地线方程相当于是手动挡。除了自动挡的车，再加上史瓦西度规这张黑洞地图，我们还需要一个能量系统和一个导航系统来简化光线路径的计算。首先，我们要模拟的黑洞是静止的，不会随时间变化，所以光线的能量在传播过程中遵循能量守恒。其次，我们模拟的黑洞是完美的球体，不管从哪个角度，光线的角动量也是守恒的。这个表格就是我们计算黑洞周围光线偏折时所需要的数学工具。经过一系列的推导，具体的细节我们就不展开了，我们会得到一个用于数字模拟的核心公式：光线等效偏折加速度。对于没有质量、不受真实力的光，这个伪加速度就可以算出它在黑洞周围的轨迹路径。具体要怎么模拟呢？还记得我们刚刚物体运动是怎么模拟的吗？我们刚刚用的是德塔 t 来离散计算物体的速度和位置，现在我们也需要把光线的路径也分解成一步一步离散的计算，于是我们就可以写出光线的方向变化公式。
但是每一步不是 Δt， 而是 Δs。把光线等效偏折加速度带入，整个式子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别忘了，光速永远不变，所以计算出新的方向，我们还需要做归一化处理，确保方向向量的长度始终是1。好，这个公式呢只更新光线的方向，但实际模拟时呢，我们还需要更新光线的位置。为了更好的理解和执行我们的黑洞模拟我又做了一个相对论光线偏折和牛顿物体运动的对比表格。在数学形式上，两者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新位置等于旧位置加上速度乘以步长。只是广义相对论这边呢，我们需要对加速度进行修正，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光线路径。详细对比一下，你会发现经典物体的速度和方向都会改变。位置变化用的是速度乘以时间步长，光线这边速度是恒定的光速，只有方向在变，位置用的是方向乘以距离步长。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在 Blender 中实现光线在黑洞附近的偏折效果了。公式1和公式2就是我们的核心公式。虽然光线的加速度和牛顿轨道的加速度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在数值计算流程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光线的偏折程度远比物体运动轨迹的偏折大得多。当然，这只是一个定性的分析。这个光线等效偏折式子里有2个非常关键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分母里的 r 5次方，也就是距离的5次方。这意味着物体离黑洞较远时，引力几乎没有感觉，但是一旦靠近黑洞，引力就会以5次方的速度急剧增强，瞬间把光线拽弯。第二个就是分子里的 h 平方，它是角动量的平方，它代表着光线错开黑洞中心的程度。如果光线直直的对准黑洞，那么就是 h 等于0。但是如果 h 不等于0，也就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角动量越大，偏转的效应就会越强。这2个参数的详细物理意义等我们模拟完黑洞之后呢，你会发现会发生非常有趣的现象。好，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光线在黑洞附近是如何弯曲的了。但是呢，要模拟黑洞，我们还需要把弯曲的光线变成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图像，这就要用到计算机图形学中一个强大的技术，叫做光线追踪。我们为什么要做光线追踪？因为我们人眼所接受到的信息正是光线。你之所以能看到这个视频，也是因为屏幕发出的光线进入了你的眼睛。你之所以能够看到窗外的风景，也是因为外面的风景把光线反射进了你的眼睛。那么在软件里，摄像机就是眼睛。在 Blender 中，我实现了一个光线表面碰撞检测系统，简称 CCD。它的功能就是从观察者的眼睛或者说摄像机发出光线，光线每走一小步 Δs 就检测它是否碰撞到了场景中的物体。如果没有碰到就继续前进，如果碰到了就返回物体表面的颜色。比如光线打到了地球的蓝色海洋上，那么这个蓝色就会返回给摄像机，打到棕色的陆地上就返回棕色给摄像机。这就是光线追踪的核心思想。接下来我们在光线发射点和地球之间引入一个黑洞。如果光线直接撞入了黑洞，摄像机就只能看到黑暗，因为光线越过了事件世界，被黑洞吞噬，无法返回。接下来我们调整光线的发射角度，你会发现竟然有地球的颜色反馈回来，是不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正常情况下，黑洞会挡住地球，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但因为光线被黑洞弯曲了，从地球发出的光绕过黑洞边缘，进入了我们的摄像机，也就是摄像机看到了地球。而这就是引力透镜效应。看在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很震惊？光线弯曲居然还能够改变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其实这很好理解，我们举一个日常的例子，你站在墙前，你只能看到墙的正面，但如果旁边有一面镜子，你就能够通过镜子看到墙的背面。因为光线在镜面上反射了，改变了方向，把原本看不到的景象带到了你的眼前。黑洞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只是它不是用镜面反射而已。好，那如果我们在 Blender 里发射成千上万根光线，是不是就能够看到黑洞的图像了呢？答案是还不够。要渲染黑洞图像，我们还需要一个虚拟屏幕，就像在你面前的显示器，它有成千上万个像素，
而我们就要发射成千上万根光线。在 Blender 中，我们也创建这样一块虚拟的屏幕，放在摄像机和黑洞之间，正如一台显示器。我们的光线从摄像机出发，飞向黑洞。光线如果撞入黑洞，就返回黑色，同时显示在这根光线所对应的像素点上。光线如果打到背景的星空，就返回星空的颜色。每条光线都把颜色返回给对应的像素，最终所有的像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完整的黑洞图像。一开始我们设置的分辨率很低，只有几百个像素，图像看起来很模糊，像打了马赛克。这是因为光线太少了，就像用很粗的笔画画一样，细节是画不出来的。要想提高清晰度，就需要增加分辨率，也就是发射更多的光线。当分辨率逐渐增大时，黑洞的细节终于清晰了。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渲染结果时，我也被震惊了，因为我也不太确定我能不能做出这个工程。但是现在实现了，它确实是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黑洞的真实模样。那请问，在这张图中，你首先看到了什么？反正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明亮的扭曲的光环。那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呢？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比如在黑洞后方放一个地球，你会发现整个地球的影像被拉成了一个环，围绕着黑洞。我们把形成这些像素的光线显示出来，你就明白了。地球发出的光线被黑洞引力弯曲，从四面八方绕过黑洞，最终汇集到我们眼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环状影像。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爱因斯坦环。但是爱因斯坦环的形成需要一个关键的条件，那就是要完美对齐，让观察者、黑洞、背景物体，也就是地球，三者在一条直线上，这样光线就可以从各个方向对称的绕过黑洞，形成一个完美的圆环。但如果观察者或者相机的位置稍微有偏离，环就会变成一个圆弧，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圆，并且这个圆弧有两个。请问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问题很简单，留给大家思考好不好？稍微认真想一下就有了。好，那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黑洞的外面有一圈光环了吗？这是由于远处星空的光线被弯曲形成的，由于背景非常远，形成的环也就越大。当然，真实的爱因斯坦环不只是理论上存在，天文学家已经观测到了许多真实的爱因斯坦环。这是哈勃望远镜拍摄的一张真实照片，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星系团，它的引力就像一个透镜，能够把其背后星系的光线弯曲，形成一个完美的环。有些是完整的环，有些是弧形，这取决于观察角度。而且天文学家利用这个效应，可以测量星系团的质量，观察遥远的星系，以及验证广义相对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实现之后感到震惊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在 Blender 中模拟重现了这个宇宙奇观。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找到爱因斯坦环类似的例子，比如我现在在一个很光滑的洞口中，当有人出现在洞口时你会发现他的影子被拉伸了，很像黑洞作用下的爱因斯坦环。我发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也是我做这些视频的灵感来源。我就想告诉大家，其实生活中也隐藏着黑洞的秘密，只是大家都没有发现而已。可能有人会说，不对啊，我们在星际穿越里面看到的黑洞明明不是这样的啊，它们有一个橙色的盘状物体围绕着黑洞旋转。你说的没错，那是因为黑洞周围存在着吸积盘。当黑洞周围有气体、尘埃等物质时，这些物质会被黑洞吸引，形成一个高速旋转的盘状结构。它就像水流的涡旋，物质在盘中高速旋转摩擦，产生可达数百万度的高温，同时发出强烈的 X 射线和可见光，这就是吸积盘发光的原因。刚才我们模拟的是周围没有物质的干净的黑洞，只能看到爱因斯坦环和扭曲的背景。现在让我们在 Blender 中加入这个吸积盘，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好，那这是不是你熟悉的黑洞模样了呢？可能有人不敢相信这是真实光线追踪的结果因为一开始我也不太敢相信。让我们把光线的路径显示出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橙色像素都对应一条从摄像机发出弯曲后打到吸积盘的光线，是真实 CCD 光线检测碰撞所得到的像素结果。所以这个吸积盘不是艺术创作，是广义相对论真实的预言。
仔细看这个图像，在吸积盘和黑洞之间有一个非常窄的暗环，如果不认真看，你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它。这就是传说中的光子球。为什么会有光子球阴影呢？让我们回忆一下光线偏折加速度公式。这里面有2个关键因子，我们刚刚也说过了，一个是这个 r 的5次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h 的平方。r 的5次方代表着越靠近黑洞引力越强，呈5次方增长。角动量代表着光线想要保持原路径的倾向。当两者达到微妙的平衡时，引力的向心拉力刚好抵消角动量的离心倾向，光线就会被困在 r 等于 1.5 个史瓦西半径上，这就是光子球半径。在这个位置，光线可以绕着黑洞圆周运动，既不逃逸也不坠入，就像卫星绕着地球旋转一样。但是这个轨道是不稳定的，稍微有一点偏离就会让光线逃逸或者坠入事件世界。让我们尝试发射一组光线，让光线逐渐收拢，你会发现随着光线的角度缩小，整个光线被反转了回来。当角度再小一点时，反转的光线又被反转了回去，也就是光线直接绕了黑洞1圈，甚至可以绕2圈3圈。而这些绕了多圈的光线，有一些就会被打到吸积盘上。不过相对于直接打到吸积盘上的光线，它们打到吸积盘上的位置会更加靠近黑洞，所以它们形成的影像半径会更小，这就是光子球阴影的成因。光子球阴影是一个过渡带，分隔了直接打到吸积盘上的光线和绕了多圈才打到吸积盘上的光线。理论上，任何带吸积盘的黑洞都应该有这个光子球阴影，但是在真实的观测中，由于受限于望远镜的分辨率和吸积盘对强光的淹没，这个细节通常很难看清。不过在我们的模拟中，这个细节清晰可见。吸积盘除了会导致光子球显现出阴影外，还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多普勒效应。具体来讲，就是吸积盘中的物质会以接近 0.3 倍光速的速度高速旋转，而对于不同的观察者，吸积盘两侧会出现明显的差异。朝我们运动的这一侧，光波会被压缩，频率升高，产生蓝移，再加上相对论光束效应，这一侧还会明显增亮。远离我们运动的一侧，光波被拉长，频率降低，产生红移，光子密度也随之降低，这一侧就会明显变暗。所以吸积盘看起来会一侧亮一侧暗。除了这种由物质运动引起的多普勒效应外，黑洞周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效应，就是引力红移。光子从黑洞的强引力场中逃逸时需要省事能量来克服引力势，这就会导致光线的频率降低，产生红移，亮度也会减弱。而且越靠近黑洞中心，引力越强，红移越明显，也就越暗。到此我们就模拟了一个高度真实的黑洞图像，它实现了引力透镜、光子球阴影、多普勒效应和引力红移。讲到这里肯定还有很多朋友还有疑问，为什么事件世界望远镜拍摄的 M87 黑洞照片是这样子的呢？其实这个非常简单，我们这边只需要调整一下摄像机的角度，就可以得到一个类似的圆饼。可以看一下我们模拟的结果与 M87 照片的对比，同样中心是黑色的阴影，外围是一圈不对称的亮环，一侧亮一侧暗。只是由于事件世界望远镜观测条件有限，而且 M87 的图像还经过大量的图像处理和重建，所以它看起来稍显模糊，和我们模拟的也稍微有一些细节的差别。但是从整体效果上讲，两者是高度吻合的。这个吻合不是巧合，而是广义相对论的胜利。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看一下通过模拟出来的最真实的黑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最后我想强调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看到的永远不是黑洞本身，因为光线无法从事件世界内逃逸，所以不管我们的眼睛还是望远镜，又或者说是 X 射线探测器，更或者说是任何电磁波观测手段，都只能看到黑洞周围的物质和能量，但是绝不是黑洞本身。天文学家观测黑洞主要靠的是吸积盘的辐射、伴星的轨道运动、引力透镜效应和引力波这些外部的信息，但黑洞本身那个时空无限弯曲的起点
永远隐藏在事件世界之后，我们无法直接看到。所以到目前为止，人类观察到的真实黑洞都只是黑洞周围物质和能量反馈给我们的现象。当你再次看到 M87 黑洞这种照片时，记住你看到的永远是黑洞的轮廓，由它周围的光和物质勾勒出来的。而黑洞真正的内部，那里时间停滞，空间无限弯曲，至今呢也是物理学最深的谜团之一。但至少在今天，通过广义相对论和计算机模拟，我们窥见了它外部的真容。